小时候的我们是否经常会问妈妈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？就像林英子闹着问妈妈一样。您怎么生的我？哟，这从这儿掉出来的呗。尽管英子搞不懂孩子还可以从腋窝下生出来，但天真的她还是跟着笑了起来。这是1983年上映的电影，也被誉为影史上最干净的电影，更是因为张丰毅的一个抛媚眼，让英子成为最火的表情包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英子站在自家门前，她第一次看到骆驼在吃草，满脸童真的她很是好奇，不自觉地跟着骆驼嚼起嘴来。看到骆驼挂铃铛，又赶忙问爸爸为什么骆驼挂个铃铛。爸爸说是为了赶狼狈，可英子却说不，骆驼走远道闷得慌，挂个铃铛又好听又热闹啊。兴许你的想法更美。童年的英子天真烂漫，对周围的一切都出于好奇。惠安馆一个扎麻花辫子的女人，每天都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好像在等待什么人。英子看到她后，不仅没害怕，还露出一丝微笑。女人看到英子后，伸出双手就要抱英子，嘴里还说我的小柜子。这时佣人宋妈牵过英子的手，把她拉回了家。后来英子无意间听到宋妈和别人谈话中得知，女人叫秀珍，当年和入住惠安馆的一个男学生一见钟情。后来男学生因为参加运动被抓给枪毙了，可那时候秀珍已经怀有身孕。不久后秀珍生了一个女娃，可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，家人觉得蒙羞，于是把孩子放在齐化门城墙根下。后来秀珍过于思念女儿，从此变得疯疯癫癫，每次看到小孩她都会以为是自己的小柜子。胡同里的小孩都不敢靠近秀珍，只有英子敢接近她。可秀珍总是说起小柜子，英子好奇地问她小柜子是谁。于是秀珍把英子带回家看她的小柜子，可英子看到的却是一幅年画。之后秀珍又拿出小柜子的棉袄，在英子身上比划。看到秀珍如此开心的样子，英子觉得秀珍也没像大人口中说的那么可怕。之后英子和秀珍成为了朋友，秀珍还交代英子如果看到小柜子，一定要帮她带回来。天真的英子点头答应。秀珍还告诉英子小柜子的脖子后有一块清气，英子将这些话牢记在心。这天英子和宋妈来打酱油，看到一个女孩被掌柜刁难，英子看不惯，于是上前帮女孩解了围。女孩叫妞，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。他们在一起斗小鸡，还一起荡秋千。可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因为妞不仅要给家里干活，还被父亲逼着唱戏卖艺。这天妞找到英子大哭起来，原来妞被爸爸打了。妞捞起衣袖给英子看被打的伤，还说爸爸经常会用掸子打她。之后妞还告诉英子一个秘密，原来妞不是妈妈生的，爸爸也不是亲生的。英子瞬间愣住了，她想安慰妞，可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之后英子便问妈妈自己是不是亲生的，还问妈妈自己是从哪里生出来的。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这天晚上天空下起瓢盆大雨，妞冒雨找到英子，原来妞实在受不了父亲的毒打，于是跑了出来。她打算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但英子问她去哪里找，妞说不知道，只知道自己是在齐化门捡来的。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，英子想起了秀珍说过的齐化门，于是赶紧查看妞的脖子，还发现了青色胎记。英子冒着雨拉着妞跑向秀珍家。两人刚来到秀珍家，秀珍一眼就认出自己的女儿。时隔多年后，秀珍终于和小柜子相聚。秀珍赶忙给妞穿上棉袄，随后收拾东西就要搭火车去找妞爸爸。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秀珍确实是疯了。英子也追了出去，但却被雨淋湿的着凉给倒下了。等英子醒来后，却听到外面卖报纸的人喊着昨晚一对母女被火车压死的新闻。英子来不及悲伤，妈妈就说准备要搬新家。英子病好之后，父母就带着她搬往新家，可她脑海里时刻想起着妞与秀珍的快乐时光，但这些只能成为英子记忆里的尘埃，因为时间的车轮不会停止。英子搬到新家后也步入了教堂学习。这天几个男孩在英子家门口踢球，结果把球踢进废弃的房子里。几个男孩不敢进房子里找球，只因传说房子里闹鬼。但英子不怕，她勇敢地走进房子里，结果她在杂草中没找到球，也没看见鬼，只看见一个铜盘和一个钟。晚上就听到宋妈说胡同里的张家闹贼了。出于好奇，英子再次来到杂草里，这时却看到一个男人蹲在草丛里。英子童真地看着男人，男人慌张地看着英子，英子起身就跑，结果男人叫住了英子。之后男人问英子上这干嘛来的，英子坦白说来找球。男人把球还给了英子，可英子好奇地问男人，你一个人在这干嘛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童真的英子逗得男人哈哈大笑。之后男人得知英子读的小学跟自己弟弟是同一个小学，原来男人为了供弟弟念书，不得已走上了这条不光彩的路。在弟弟眼中，男人是个好哥哥。英子，你说说，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不是好人，不是坏人。
我不懂，人太多了，我分不清海跟天，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。小妹妹，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。英子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贼，但她只知道男人有个弟弟跟自己同一个学校。毕业典礼上，英子看到全校考第1的大哥哥上台领奖，原来大哥哥是男人的弟弟，他像父亲般的对待弟弟。又看到男人带弟弟来吃面。回到家后，英子来杂草里想找男人，可男人没找到，却发现了一个铜佛像。英子捡起佛像，喊着男人，想把它还给男人，却怎么也叫不见人。于是他拿着佛像回家，却半路被一个小贩遇见。小贩问他佛像哪里来的，善良的英子说出了实情，甚至把佛像送给了小贩，便高兴地回了家。然而也就是因为英子不经意的举动，却害了男人。不久后，男人就被警察给抓了。原来小贩是警察，他扮成便衣已经在这里蹲了好几天。英子看到男人被抓，他十分愧疚，但男人却不在意。临走前还给英子眨了个眼。音乐课上，英子一直很失落，因为她所有认识的朋友都一一在她眼前消失掉。或许我们的童年也是如此，总是对于一些事物出于好奇，也分不清好人与坏人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讲到这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原片。这部电影叫《城南旧事》，我们下期见。